朋友们，我犯法了，犯了什么法呢？犯了祖宗之法。原因是我在年初的时候做了2期节目，叫做《中医骗局》，分上下2期，一共谈了中医的10个骗局。以前我去搜索引擎上搜我的名字，基本上出来的都是耶律平啊、耶律景啊、耶律德光、耶律阿保机等等，然后再往下排会排到我的一些以前写过的文章，还有豆瓣主页、微博主页等等。后来在前几天，我去视频平台上搜了一下我的名字，搜出来第一个还是耶律律，基本上就会跳到我的主页，但是它会出现一个联想的词条：耶律律中医黑。这个还挺让我吃惊的，因为我在互联网上蹦跶了这么多年，也没有什么代表作，但是忽然有一个标签跟我绑定在一起，是中医黑，然后我一点呢就出来我那2期视频。你有病！至于为什么会打上这个标签，可能跟播放次数有关系，更多的可能呢是有的人知道有这么2期视频，然后搜的时候就加上了我的名字，再加一个中医黑，在 B 站上播了差不多可能不到20万次，15万、16万的样子，在公众号上播的比较多一些，公众号上2篇文章一共加起来可能有20、30万，再加上其他的一些视频平台乱七八糟加起来，可能那2期视频一共播了50万次还要多。虽然这2期视频播放量非常多，也算是我比较得意的播放量取得成功的影片，但是被骂的也很惨。其中公众号上光我放出来骂我的留言就有3000多条，没放出来的可能会更多，因为他那个精选留言只能精选出来100条，然后其余的在下面盖楼的能放出来，但是我大部分都没有精力没有时间去点。B 站的所有评论都在外面，我没有删过，也没有回怼过，大家可以去看一下那个 B 站底下所有的留言，其实还是挺精彩的，各种喜爱中医的和讨厌中医的，大家在那里掐架，然后也不乏有一些人拿出来例子，拿出来一些数据，在底下去互相的讨论吧。其他的平台就不说了，微信视频号啊、抖音啊什么的，吵得更不可开交。基本上所有的留言都是冲我来的，骂我是汉奸卖国贼、1450行走的50万。这个中医黑和中医粉的矛盾，在我视频放出来之前我是不知道的，但是在视频放出来、播放量不断走高的这个过程中，还是挺让我吃惊的。因为我发现，不管是相信中医的还是不相信中医的，大家这个矛盾其实是不可调和的。这种不可调和的矛盾，其实对我影响还是挺大的。我本来做那2期视频是为了给我的父母还有家人朋友看的，告诉他们不要长期的去服用中药，否则的话对自己的肝肾会有非常大的影响，有可能会带来肝肾综合症。可是后来我连这个简单的愿望都放弃掉了，因为那种矛盾可以说比阶级矛盾还要严重。基本上如果在现实当中吵起来的话，就是一种你死我活的矛盾，以至于后来很长一段时间我都有一种尊重他人命运的想法。我干嘛呀？费劲巴拉的写那么多稿子，查那么多的数据，然后再把它录出来，再一条一条剪出来给大家去看，告诉大家你们要珍爱健康，远离中医。但是给我带来的除了流量和仨瓜俩枣的播放量的收益，没有任何的好处。我还不如夸中医好，然后在直播间里面卖上几盒冬虫夏草挣得多。可是后来我还是想了想，其实不用太在意别人说什么，做了自媒体这一行呢，就要任由别人去评价，任由别人对你的观点发出挑战。另外呢，就是按照我们中国人打嘴仗的这个习惯，其实大家在打嘴仗的时候都是选择了一个立场而已。至于私下里面有人生了病，到底会选择中医还是西医，我想大家都会用屁股用脚去投票的，这个就不用多说了。所以呢，理性的声音还是不能缺失的。如果理性的声音一再的退缩缺失的话，那将会有更多的人得什么肝肾病的综合症。好，那既然是中医黑被贴上了中医黑的这个标签，那就应该做一些中医黑该做的事情。今天我们就来聊一期中医的番外新篇，中医的高光时刻，中医外科手术。关于中医外科手术，最早的记录应该是华佗，他为关羽刮骨疗毒，这也是所有中国人最为脍炙人口的故事，算是中医外科手术最早的高光时刻。但是很遗憾，这是一个《三国演义》当中虚构的故事，在正史《三国志》当中确实有这个关羽手臂中毒、刮骨疗毒的记载，但是在关羽刮骨疗毒的这个时间点上，华佗早已被曹操处死了，所以在时间上这2个事儿就对不上号。那么给关羽刮骨疗毒的执刀大夫肯定也就不是华佗。史料当中记载，曹操长期患有头风病，访遍了天下名医，没有人能帮他治疗，唯有这个华佗呢可以控制他的头风病。但是在三国的那个时期，身上有点技能的人都有一种恃才傲物的毛病，华佗呢也不例外。而且华佗这个人比较清高，他对曹操的一些作为不是很看得起。那既然华佗对曹操有成见，自然不愿意给他来治病。曹操屡次的邀请，华佗屡次的拒绝，最终呢把曹操给惹怒了，将华佗下了大狱，处以极刑。根据记录，华佗被曹操处死之后，他平生所记录的有一本行医的医书，也在狱中被付之一炬，没有流传下来。大夫没了，医书也没了，可是曹操的头风病还在。根据《三国志》的记载，后来曹操因为杀华佗这件事情，他后悔过2次。第一次呢是他的头风病又一次发作，而且
那一次特别的严重，他就在那说，哎呀，后悔啊，只有华佗能控制我这个病，而且他说过他能给我根治，可是呢，寡人把他给杀掉了。再一次是他的小儿子曹冲身患重疾，马上就要一命呜呼的时候，他又想起了他杀华佗这件事情，后悔不已，都怪我，都怪为父不好。后来我们都知道，曹操本来有意将自己的大位传给小儿子曹冲，可是曹冲呢英年早逝，算是对曹操政治生涯一次比较大的打击。至于《三国演义》当中，华佗要给曹操做开颅手术这个事儿，大家当小说看就好了。因为就算是现在医疗科技这么发达的情况下，做一台开颅手术也是万分凶险的事情。何况是1800多年前，就算华佗真会做，也没有人愿意当这个小白鼠让他去开瓢。再一个，那可是曹操啊，宁可我开天下人的瓢，休叫天下人开我的瓢。用利斧砍开孤的头颅，妙。所以，就算华佗要给曹操开瓢，那曹操杀了他也是一个非常正常的反应。你把斧头放下，放下！请注意啊，这个就是正常人的正常反应。这里我要插一嘴，什么是正常人的正常反应？就是没有经过验证的，或者说科技上概念里面根本就达不到的事情，就不要去做。如果有人要跟你去说这个事儿能做，那你第一个判断就是像曹操一样，把这个人排除在你的圈子之外。那倒不是杀了他啊，就是排除在你的圈子之外，不要听信他就好了。这个事儿要怎么说呢？因为我最近老刷这个短视频，短视频上有一个自动驾驶的汽车男女朋友吧，他们坐在冰箱、彩电、大沙发的后驾驶座上，盖着被子，在那里看电视、玩手机，说这就是我们享受科技生活啊什么什么的。然后他在往前伸那个镜头的时候，发现这辆车行驶在高速公路上。还有一个视频跟这个是异曲同工的，车上所有人大家都在那里拿着手机打王者荣耀，然后拍了一圈过去，发现主驾驶上没坐人，没有司机在驾驶这辆车，然后完全是自动驾驶的。就怎么说呢？大家是不是不知道我们这个自动驾驶的汽车发展到什么程度了？目前世界上没有一台汽车可以很确认的告诉大家说，我们已经达到了 L5 全自动驾驶的这个级别。就算是特斯拉的马斯克也不会告诉大家，我们已经实现了 L5 的全自动驾驶。所以我不知道这些人哪里来的自信，拿着自己的生命把一台辅助驾驶的汽车当全自动驾驶的汽车去用，这不就相当于1800年前就敢让华佗给你开瓢吗？那么有一个问题，怎么样去区分辅助驾驶和全自动驾驶的汽车呢？全自动驾驶的汽车有一个标准的定义，就是一辆车完全取消了主驾驶和方向盘的时候，这辆车才可以被称作全自动驾驶。好，我们言归正传，讲了这么多华佗的事迹，其实华佗在史书上记载他还是比较牛逼的一个外科大夫。牛逼在什么地方呢？因为他发明了一个叫麻沸散的麻药，也就是我们现代外科手术所用的那种麻醉剂。在给病人做手术之前，用酒送服麻沸散，喝下去之后，不一会儿这个病人就醉倒了，或者说晕过去了。然后华佗再给他做手术，做手术的时候，这个病人完全是没有知觉的。做完手术，缝合伤口，敷上药膏，4、5天之后呢，这个病人就可以痊愈。华佗还有一个比较厉害的地方，就是他不仅是第一个使用麻醉剂的大夫，或者第一个给人去做外科手术的大夫，而且他是第一个知道用火去消毒这个手术刀的大夫，也是第一个在不做手术的时候把手术刀长期泡在酒精里面的这样一个大夫。那你看他在没有微生物的知识的时候，他就知道给这个手术刀去消毒。可以想见的是，他在自己行医的过程当中，其实积累了非常大量的经验。可是很遗憾，就跟我们其他的典籍和武术秘籍一样，华佗的麻沸散和他的手术技艺在历史的长河当中早就已经失传了。华佗唯一留给世人的东西就是文学作品当中的几个故事，以及颇具文化影响力的8个大字，也被我们经常用来称赞那些医术高明的大夫，叫做妙手回春，再世华佗。如果喜欢这期节目，请帮我点赞、留言、转发，祝各位健康喜乐，我们下期再见。